诺诺，妈妈要去打个电话，你在这儿乖乖等一下，等妈妈回来好吗？好。不要乱跑哦。好的，妈妈，我保证不乱跑。坐。黑桃，你查到我爸爸到底是谁了吗？查到了，你生物学上的父亲是宋氏集团的总裁宋时玉。这张脸，没错了，他肯定是我爸爸，还算勉强配得上妈咪。做得不错，作为回礼，星海科技的股票下周会有80%的涨幅，你可以去买。好的。诺诺，等急了吧？走。没有急，妈妈，我们回国后，你是要去哪家公司上班呀？是一家很有实力的建筑事务所，叫鼎创设计。听说他们公司的项目都很有挑战性。鼎创设计，我记得这是宋氏集团旗下非常重要的子公司。妈妈，我也想去你公司看看嘛。我保证乖乖的，不打扰你工作，好不好吗，妈妈？我还没见过妈妈工作的地方呢。这不太好吧？妈妈，我就坐在会议室等你办完手续就好，求求你了。好吧好吧，真的是说不过你。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件事哦，到了之后一定要乖乖的，不要乱跑。耶，妈妈最好了，我保证做最乖的宝宝。诺诺，你在这乖乖等一下妈妈，妈妈一会儿就回来，好不好？不要乱跑。妈咪，你快去吧。拜拜。诺诺，妈妈，我随便逛逛，不用担心。这孩子。这个季度的报表是……爸爸，我终于找到你啦！哦，这谁家小孩怎么跑我办公室来了？哦，哎，等等，宋总，您不觉得这个孩子和您几乎长得一模一样吗？小朋友，你是谁啊？怎么一个人跑我办公室啊？是谁带你一起过来的吗？你就是我爸爸呀，是我自己来找你的。小朋友，你别乱认啊！我不可能有孩子。真的吗，爸爸？再好好想想。想什么想？哼，我从来就没有过。我今年7岁喽。7岁怎么了？我就没谈过女朋友。7年前，难道是那晚？怎么样？怎么样？爸爸，你想起来了吧？你跟妈妈不是在国外吗？什么时候回来的？就是因为你对我和妈妈不闻不问，不管不顾，这么多年妈妈一个人带我在国外，好辛苦，所以我才一个人回来找你的。你要负责呀。宋总，我还有点事，我就先走了。宝贝，来，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诺诺。诺诺，你很聪明，一个人居然能找到这儿来。你妈妈现在在哪？是她带你来的公司吗？我妈妈今天来办入职手续呀，我可是求了她好久，她才答应带我一起来的，不然我连溜出来找你的机会都没有。简宁在我的公司入职了。诺诺，对不起啊，是爸爸疏忽，这7年来爸爸居然都不知道你跟妈妈的存在，让你们在外面吃这么多苦。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的？你跟爸爸说，爸爸都可以给你，就当是这些年对你的补偿。爸爸，我只想要一个完整的家，别的小朋友都有爸爸陪着去游乐场，都有爸爸的保护，我也想要。诺诺，爸爸向你保证，一定给你一个完整的家，这是爸爸对你和妈妈的亏欠。但是诺诺，
你也要理解妈妈，她一个人生下你，还把你养得这么好，这些年她从来没有告诉爸爸你的存在，这说明她不想跟爸爸有过多的牵扯。如果我们太着急的话呢，可能会把妈妈吓跑，所以这件事儿得慢慢来。爸爸努力让妈妈重新接受我，好不好？唉，好吧，你们大人的世界可真复杂。爸爸，你要加油哦，我等你追到妈妈那一天。好，爸爸加油。诺诺，你也要答应爸爸，以后无论你和妈妈遇到什么困难，都要第一时间告诉爸爸，爸爸就是你最坚强的后盾，好不好？爸爸最棒啦！哎呀，我出来好一会儿了，妈妈办完入职找不到我，该着急了，我得先回去了。好，诺诺，记得我们今天说的话。好，你就先回去，别让妈妈担心。爸爸再见。再见。诺诺，你担心死妈妈了？我不是让你在会客厅等着吗？你怎么到处乱跑啊？哎呀，我来找爸爸啦，妈妈你不用担心。找爸爸？什么爸爸？那个，是他？他怎么会在这里？等等，难道这家公司也是宋氏旗下的？我这是什么运气啊，竟然又撞到他手里了。诺诺，我们别打扰人家工作了，我们先走。等等，简小姐，你的孩子一进我办公室就喊我爸爸，你对这件事儿怎么看呢？宋总，小孩他还小，胡言乱语您就别当真了啊。诺诺他从小就没见过爸爸，所以他就落上了一个见到帅叔叔就喊爸爸的坏毛病。我回去一定好好说他。仅仅只是这样吗？可我刚刚听人说我跟他长得非常像，就连我自己啊也忍不住相信我真有一个这样的女儿流落在外呢。宋总您说笑了，诺诺他爸爸从小就出车祸去世了，他都没有见过，你怎么可能会是他爸爸？原来如此，简小姐，不过我看你倒是有几分熟悉，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不，没有，宋总，像您这样的大人物我们怎么可能见过呢？您一定记错了。那个我们的入职手续好像办好了是吧？我就不打扰您了，先走了啊。宋总，您找我？你去帮我查一下简宁现在住在哪，还有诺诺准备上哪一所小学。好的，宋总，我这就去安排。宋总，我已经调查过了，简宁小姐目前正住在市中心的一家酒店，而诺诺的学校呢，我们了解到简宁小姐似乎对市内的一家名字叫做霍普的国际私立小学很有意向，目前已经咨询了好几次，不过现在不属于学校的招生季，所以学位比较紧张，要入学的话恐怕有点困难。霍普小学听说口碑不错，我最近啊正在考虑要不要投资一些教育产业玩玩，你帮我安排一下，下午我去霍普小学实地考察考察。明白，宋总，那我这就和园方取得联系，进行合作洽谈。好，去吧。诺诺，你告诉妈妈，你是怎么知道他是你爸爸的？你又是怎么找到他的？我让我朋友帮我查的，为了谢谢他，我还告诉了他哪只股票能赚钱呢。诺诺，妈妈知道你很聪明，也很想有个爸爸，也很想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但是妈妈和爸爸不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妈妈和那位宋总不是很熟悉，甚至说得上有点不愉快。妈妈不能确定他是不是一个适合当诺诺爸爸的人，你明白吗？诺诺明白，妈妈不用担心，诺诺会听话的。宝贝真乖。妈妈还有件事想和你说一下。虽然呢你在国外已经上到了初中的年龄段，但是呢在国内你还是要守规矩的。以诺诺的年龄，现在呢还是得上小学2年级，也可以交到很多新朋友。
你愿意吗？没关系的呀，妈妈，上学就当是去玩嘛，诺诺没问题的。宝贝真乖。那妈妈的事情现在也办完了，那我们就去之前预约好的那个霍普小学去看看，看一下能不能把入学手续办了，好吗？好啊，我们出发。走。请进。这位女士找我有何贵干呢？这女人气质这么好，小孩看起来也很聪明，肯定是哪个大户人家的夫人和小姐，可不能怠慢了。请坐。校长您好，我姓简，叫简宁，这是我女儿诺诺。我们之前通过电话和邮件联系过桂园的一个入学事宜，今天过来看看能不能把入学手续办了。简宁，简女士。哦，对，有印象。在下冒昧问一句，简女士气质如此出众，敢问府上是？简家莫不是新晋才回国发展的新贵？我怎么没怎么听说过呀？不是，校长，您误会了，我们家就是普通家庭，不是什么名门望族。我本人是名设计师，刚刚回国发展。哦，普通家庭。简女士，你好像不了解我们霍普的规矩。我们这里是顶级私立国际小学，非招生季学位那是非常紧张的。现在名额已满，你现在想插班进来那是不可能的。你们走吧。满了？可是校长，我们之前明明在邮件联系过，邮件里明确指出，鉴于诺诺在国际少儿创意大赛 STEAM 挑战赛的奖项，以及他名下的小发明专利，园方经过评定破格录取，并让我们今天来办理入学手续。糟了，怎么把这茬忘了？这小孩太优秀了，当时确实特批过，但那个名额已经许给张太太家了。要是让这母子俩入学，我手里的事儿不就暴露了？不行，我绝对不能让他们进来啊！那份邮件啊，那是我们招生老师失误导致的，未经最终审核就擅自发出了录取意向。这种非招生季的破格录取，最终指示权归园方所有。现在招生季已过，就算是有什么成就，按照规定一律不能入学。你们请回吧。操作失误？可是校长，我们之前……规定就是规定，我再说最后一次，名额已满，请你们马上离开，不要影响我的工作。诺诺，我们走吧。切，什么穷酸样，还敢碰瓷我们霍普？校长，请你为刚刚的话向我们道歉。道歉？我说什么了？我听得清清楚楚，明明是贵校的沟通失误，让我们白跑一天，浪费了时间和精力。您作为一校之长，不仅没有半分歉意，还出言讽刺，这就是你们学校的师德和教养吗？哼，难道我说的不对吗？你看看你们这个样子，普通家庭，哼，小小年纪就能获得这么多奖项，谁知道是真是假呢？现在假的多了去了，以为凭几张破奖状就可以跨越阶层，简直是白日做梦。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我看只会打洞，像你们这种家庭出来的，以后也只能给别人打工。当妈的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教出来这样没有规矩的孩子，这一看就是没有教养的野孩子。你简直枉为人师！你说谁没有教养啊？哎呀，宋总，您大驾光临，怎么不提前通知一声啊？我好去门口恭迎你啊。我要是提前说了，那岂不是看不到霍普小学的校长对前来求学的学生和家长这副嘴脸的样子？宋总，误会啊，实在是这母女两个在我办公室胡搅蛮缠，不讲道理。我好言相劝，他们反倒不听，这才情急之下说了几句重话。宝贝，过来。爸爸，她是您的女儿？没错。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这真是天大的误会啊！宝贝，你告诉爸爸，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真如这位校长所说，是你们胡搅蛮缠呢？
爸爸，校长说谎，明明是他们之前发邮件说破格录取我的。妈妈和我今天来办手续，他却说名额满了，不让我上学，还骂妈妈和我穷酸，说我的奖状都是假的，还说我是没家教的野孩子。宋总，误会，绝对是天大的误会啊！我要知道诺诺小朋友是您的孩子，我怎么会说刚才那种话呢？我肯定敲锣打鼓欢迎他入学啊！哦，那按照你的意思是，如果诺诺不是我宋时玉的孩子，而是一个普通家庭的优秀孩子，那他就活该被你这般羞辱吗？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你这个校长却带头搞这种趋炎附势、看人下菜的做派。我看这学校的根也早就烂透了，这样的学校还有什么投资价值？宋总，息怒啊！千万不要说这样的话，请再给我们一次机会，一定要好好考虑考虑投资的事啊！要我考虑也可以，我有2个条件：第一，你自己辞职，以后再教育些，我不想再看到你；第二，今天就让我女儿诺诺顺利入学。宋总，我知道错了，请您高抬贵手。闭嘴！我今天就要看到你的辞职信，现在我不想再看到你。简小姐，我在学校的录取名单里看到了诺诺的资料，非常出色，而且她的录取通知是学校的董事长亲自发送的，所以不存在是什么操作失误。可是刚刚校长他说是那个校长杨凤英伟把本该属于诺诺的名额私自许诺给了另一个家长的孩子，这是学校管理的失误。原来是这样啊，没想到这座学校和宋氏也有关，那就谢谢宋总了。那我今天的入学事宜能够办理吗？当然可以了。简小姐，有件事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什么事？霍普小学呢，作为顶尖的私立小学，它非常注重学生的家庭环境和成长背景。据我所知呢，它有一套非常严格的家访流程。如果在家访过程中呢，他们发现诺诺的家庭结构不太完整，尤其是长期父亲角色的缺失，恐怕会被记录在案，甚至会影响到诺诺在学校的评价，以及他是否能够很好的融入集体。诺诺，妈妈，我不想被别的小朋友笑话成没有爸爸的野孩子。刚刚那个校长说话太凶了，我不要上小学了。怎么办？诺诺好不容易才进入这么好的小学，可是家访我上哪去给他编个爸爸出来？难道要随便找个人冒充吗？简小姐，我其实有个提议，可以帮你们很好的解决这些问题。什么提议？我的别墅呢，空房间有很多，环境和安保都还不错。你们要是不介意的话，可以暂时搬到我那里去住。等到家访过程中呢，我也可以以诺诺父亲的角色出面，这样诺诺就可以安心上学了。当然了，这些也都是权宜之计。等到诺诺顺利上了学，家访过程结束之后，是去是留还是由你来决定。妈妈，这怎么行啊？太麻烦您了。我们妈妈，你不是说想好好考察一下爸爸吗？这不就是最好的机会吗？我们可以近距离观察他呀。如果他好，我们就留下；如果他不好，我们就走，好不好嘛？妈妈，真是个小机灵。既然是这样，那就谢谢你的好意，也谢谢您的收留了。不麻烦，我很乐意帮助你们。那走吧。先生您回来了。先生，这位是张妈，这是简宁，是我孩子诺诺的妈妈。哎呦，我说呢，这孩子这眉眼，这鼻子跟你小时候的照片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太像了，真的太像了。夫人您辛苦了，快请进。张妈，
您叫我简宁或者简小姐就行，不用叫我夫人。哎呦，我一时嘴快，简小姐您别见怪，我这就去把先生隔壁那间收拾出来给您住。那间房间通风也好，视野也开阔。哎，张妈，不用的。啊，张妈平时比较热心。热心？这分明是看热闹不嫌事大。住他隔壁，这也太尴尬了。可现在反驳，倒显得我心虚似的。哎，没关系，谢谢。诺诺，跟妈妈上楼去看看房间。好，去看新家喽！走。张妈，宋总和诺诺呢？简小姐，先生一早就去公司了，说是有个重要的晨会。小小姐诺诺也被司机送去学校了，小家伙可开心了。张妈，谢谢您准备的早餐。哎呀，简小姐，您太客气了，先生特意叮嘱了，一定要您吃完早餐再出门，您快吃着吃。简小姐，等等。张妈，这是……先生走上走得急，早饭没吃几口，我估摸着他中午肯定又随便应付了。这份是给先生的，这份是给您准备的。公司食堂的饭菜哪里比家里的干净和口味啊？您带去公司吃吧。谢谢张妈，我会帮宋总带到的。哎，不客气，简小姐注意安全啊。我当是谁呢？敢随便进宋总的办公室？原来是你！你鬼鬼祟祟的在干什么？我只是来给宋总送点东西。送饭？简宁，你一个刚进公司没几天的新人，不把心思放在正地方，反倒是想得起这些歪门邪道的巴结老板了。宋总什么山珍海味没吃过，会稀罕你做的这点东西？我没有，我只是来给他送点东西，而且这饭也不是我做的，我只是受人之托。哼，受人之托，编，你接着编。像你这种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就想着上位的人，我见多了。宋总他最讨厌的就是你们这种不安分、企图攀龙附凤的人。林真真，你太过分了！就算我如你所说是那种攀龙附凤的人，你就可以随意破坏我的东西吗？你现在这样的行为，才是没有尊重、没有教养。我告诉你，简宁，收起你那些不该有的心思。宋总他是什么身份？你是什么档次的人啊？也配让宋总吃你做的东西？趁早死了这条心！宋总是绝对不会看上你这种人。怎么了？谁送饭的？发这么大火？好像是新来的那个简宁给宋总送饭，被林真真撞见了。哦，就是那个设计部很漂亮的新人啊！怪不得林真真这么激动。林真真，你讲点道理！不管这个饭是谁做的，也不管表达什么心意，都轮不到你随意的评判和破坏。你现在的这种行为，才是真正破坏公司的荣誉。大家看看，大家快来看看，我为什么说？因为他心思不正。我们宋氏集团要的是脚踏实地、有真才实学的员工，而不是这种想着攀龙附凤上位的人。简宁，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一个孩子都好几岁的人，一个单亲妈妈，你为什么接近宋总？你为什么处心积虑？你到底有什么目的？你还要不要脸了？单亲妈妈呀，看她平时工作挺高冷的，原来心里做了总裁夫人的梦。有孩子却没丈夫，谁知道以前是干什么的？玩的花，连孩子爸爸是谁都搞不清了吧？看来宋氏集团这门槛还是太低了。像你们这种人云亦云、没有辨别是非能力，以及没有自主意识，还是太多了。别人随随便便煽风点火的几句话，就能够牵着你们的鼻子走。宋总要是知道自己的公司有这么多这样的员工，能力再强的都要提前为公司的破产做准备了。简宁，你个没人要的破鞋，在这里逞什么威风？敢这么诋毁我们？
看我怎么收拾你！你要收拾谁啊？怎么回事？宋总，是这样的，刚才我看到简宁在您办公室里面鬼鬼祟祟的，我担心他对您做什么不利的事情，所以才好心过来劝的。没想到他居然要给您送饭。您身份尊贵，饮食安全最重要了。我也是担心他在你的菜里面放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为了你的安全着想嘛。没想到他不但不领情，反而还骂我们，说我们没能力没素质，还诅咒公司破产呢。你给我送饭了？不是，张妈做的，她怕你中午随便对付2口，我顺便带过来的。怎么了？谁惹你不高兴了？没什么，只是发现宋总公司的员工能力没有多出众，但是在拉帮结派、胡搅蛮缠上倒是异常的团结。你说的没错，的确是我管理不严，才让一些不相干的人闲得没事跑到我办公室来撒野。你们2个自己去人事部递交离职手续，我们宋氏不需要你们这种缺乏基本职业素养和判断力的员工。以后你要在公司受委屈了，不用怕，你直接告诉我跟方助理，我开除他就行。这简宁到底什么来头？宋总竟然这么护着他，还没见宋总对谁这样过呢，被熏得服服帖帖的。宋总，我也是为了您好啊。显宁她刚进公司没多久，还是个单亲妈妈，她接近你肯定另有目的的。你是谁啊？你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和立场来管我的事？你又凭什么来评判简宁？你口口声声说为我好，却在这肆意刁难简宁。你知不知道简宁是孩子的妈妈，她给我带饭是天经地义，怎么还需要经过你的同意吗？天哪，孩子妈妈，简宁是宋总孩子的妈妈，那她不就是宋总夫人？那她刚才骂总裁夫人是，这下她完蛋了。还好我没有说什么过分的话。完了，彻底完了！我刚才骂总裁夫人是破鞋，宋总肯定不会放过我的。不可能，你就是个带着拖油瓶的单亲妈妈，你也配当宋总的夫人？你也配？宋时玉，你……简宁，你先别着急拒绝。按现在这个场面，如果我不说你是我夫人的话，他们只会以更恶毒的语言来攻击你，甚至让诺诺卷入这场非议。你就当是替我解围，也给自己解决个麻烦，别让我在员工面前难看，好不好？宋总，我真的不知道他是宋夫，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看我在公司这么多年兢兢业业的份上，我真的知道错了。我给你2个选择：第一，你自己体面的去人事部递交辞呈；第二，我让保安把你请出去，你自己选。宋时玉，你刚胡说什么呢？谁是你夫人？我没有同意，你胡说八道！我刚刚咨询过你的意见，你也没有反对啊，而且我觉得这是最快最有效的办法。你看，现在整个世界不都安静了吗？你这是强词夺理。好了，不逗你了，给你说个正事。这是什么？我刚才开会，打算在公司举办一个大型建筑设计比赛，比赛冠军呢将获得星耀湾地标项目设计主导权。星耀湾的设计？娘娘，我仔细研究过你之前在国内外获奖的作品，你的设计非常有灵性，而且想法独特，充满了生命力。我在想，与其让你在公司当一个按部就班的项目建筑师，太屈才了。这个比赛才是你绝佳的舞台，我觉得你可以试试。如果你获得冠军呢，凭借你主导星耀湾地标项目的资历，我可以名正言顺地给你升职，给你安排更重要的设计部门，甚至你可以成立自己的工作室。我相信你有这个实力。好，这个冠军我拿定了。简宁那个贱人，居然敢那样羞辱我！设计比赛，简宁，这次我要让你身败名裂。你怎么还没走？
简宁，我一定要从你身上拿回属于我的一切。别理他，从今天起啊，你就可以开始为比赛做准备了。需要什么资源，直接跟方助理说。知道了。喂，我是林真真，你现在还在简宁助理的岗位上吗？对啊，怎么了？简宁过2天要参加一个设计大赛，我要你把他每一天的设计、图稿、拍照发给我，事成之后给你5万，做不做？这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这可是泄露公司机密。哼，动动手指就能赚5万的工作可不多，你不做，可有的是人做。好，说到做到。哼。哎，小王，这么晚还不下班？工作做不完，明天再做也行啊，别太累了。哦，我还有点收尾工作，马上就好，您先走吧。那你一定要注意休息啊，我先走了。谢谢简宁姐关心。喂，真真姐，是我，小王。你要的东西我都拍到了，都是他今天画的最新构思。您看，钱的事儿能不能先支付一部分定金？来了。等很久了吧？我刚刚收拾了一下设计稿。没有，刚到。怎么了？你看这个。真真姐，是我，小王。东西我拍到了，你看钱的事儿能不能先付我一部分定金？是林真真，是她指使的，她想偷我设计稿。对，估计是那天在办公室外听到你要参赛的消息，贼心不死，所以用这种下作手段来对付你。为什么？小王我平时待他不薄啊，我看他挺有灵气的，还有意无意的教他一些设计思路，希望他能够成长得快一些。为什么？为这种人生气不值得。现在你打算怎么做？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让方助理处理，保证他们第2天不会出现在你面前。不，先别打草惊蛇，既然他们在暗，我们在明，不如我们就来个将计就计。好。简宁，你在这儿看到我，难道不觉得惊讶吗？林小姐要去哪儿是你的自由。简宁，我之前说要从你身上拿回我失去的一切，可没在跟你开玩笑。今天你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说完了，请自便，别打扰我看资料。你，哼，我看你还能得意多久？咱们走着瞧。哼。小王，你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这参赛的是我，你怎么比我还紧张？没有，简宁姐，我就是有点替您担心。担心什么呀？做好你要做的事情就行。走吧，时间差不多了，该去会场了。各位评委老师好，今天我带来的设计是星耀湾城市与自然的共生乐章。这个简宁设计实在是令人很新颖，想法实在太独特了。是啊，这生态理念和现代建筑如此完美的结合，实属难得。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简宁小姐，你的设计让我们非常惊喜。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本次设计大赛的冠军非你莫属，恭喜你。谢谢各位评委。我反对，我举报简宁她抄袭，她剽窃了我的作品。
这位选手，请注意你的言辞，指责抄袭是很严重的指责，请您拿出确凿的证据。证据？当然有。这是我昨天下午4点上传到云端的设计稿，时间上我比他早。简宁小姐，对此你有什么解释？如果林真真选手拿出的证据属实，这在业界是极其恶劣的丑闻，您就不会出现在这个比赛上。我们大赛绝不容忍抄袭舞弊，如果情况属实，我们将立即取消你的参赛资格，并通报全行业。各位评委，在做出最终决定前，我们是否该听一下简小姐的解释呢？单凭时间的先后，根本无法断定简小姐是否存在抄袭。我相信比赛的公正，同时我也相信简小姐的人品和实力。宋总，您说的真有道理。简宁小姐，请您解释。林真真小姐，你口口声声说是我剽窃了你的设计方案，那么我想请教您一个专业问题。在我最后的设计里边，位于主建筑东侧的弧形建筑结构，它的设计核心理念是什么呢？弧形，那肯定是为了结构的稳定性啊，那还能有什么理由吗？仅仅为了稳定性，这个位置采用的是直线支撑，还有更加轻巧的网状结构，成本更低，效果更好。那为什么要采用更加复杂的弧形结构呢？请您解释。使用弧形设计是因为美学，这样可以让这个结构更美观，还能有什么原因吗？看来林小姐是说不出来的。那我替你说，这个弧形结构并非是为了简单的固定或是美观，它精确计算到了不同季节和每一天的光线角度，其弧面进行了特殊处理，能够将清晨和黄昏的光线统一照射在中心步行广场的特定区域，为的就是能够在冬季形成一个天然暖廊，提升户外的舒适度，还有一个独特体验。这是基于本地气候的数据和人居关怀做出的细微调整，这也是本次共生主题的基本理念之一。妙，这真是太妙了。对，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我刚才就是一时紧张没说出来。林小姐倒是现在想起来了，既然林小姐坚持说这是你的设计方案，并且昨天就已经上传了，那么为什么在你的 PPT 下面右下角会出现我简宁的名字？林真真小姐，为什么您的手稿会出现简宁小姐的私人标记？不，这不可能，这是诬陷，这肯定是他找人 P 上去的名字。林真真小姐，请您注意您的言辞，这份电子稿是您自己提供的，谁有机会去修改您的文件呢？林小姐，我的设计习惯呢，是在非常重要的材料上留下一个小小的署名，这是一个独特的防伪标志。恐怕你昨天在拷贝我的设计稿的时候，没有发现这一个小小的细节，所以才出现如此可笑的漏洞。是他，就是他，是他不满简宁给他安排的工作，然后想诬陷简宁自己上位。这个设计稿也是他卖给我的呀，利用时间差诬陷简宁也是他告诉我的，都怪他。小王，真的是你吗？对不起，简宁姐，对不起各位评委，是林真真，是她找到我，用5万块钱利用我，让我每天偷拍简宁姐的手稿给她，她还威胁我，说我如果不照她说的做，她就要动用以前的关系，让我在宋氏待不下去。我一时鬼迷心窍，我错了，求你们原谅我。你胡说八道，明明是你先联系我的，你这个贱人，现在竟然反咬一口。素姐，这里不是你们撒泼的地方。关于我的助理被收买，林真真诬陷一事，其实我们早有察觉，并且保留了证据。林真真小姐因为个人私怨收买我的助理，剽窃我的设计，诬陷我抄袭。小王因为一己私利背叛上司，严重违反公司的规定还有法律底线，如何处置？请组委会和公司定夺。情况已经非常清楚，林真真选手剽窃他人作品，行为恶劣，现在取消其参赛资格，并通报全行业。我们设计圈绝不容许这样的害群之马。小王的行为已经涉嫌商业窃密，建议宋氏集团依法依规处理，并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请你们出去。简宁小姐，你受委屈了。
你的专业、冷静和智慧令人钦佩。现在我正式宣布，本届设计大赛冠军是简宁小姐。祝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诺诺！吹蜡烛。哇！宁宁，也祝贺你今天获得了冠军。妈妈最棒了，恭喜妈妈得了冠军。谢谢诺诺，也谢谢你。要不是你告诉我小王的事情，今天给我解释的机会，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其实没做什么，机会是你自己争取来的，尊重和荣耀也是你自己靠实力赢来的。我不过是提供了一个公正的舞台。来，咱们喝一个。来，干杯！干杯！那么就是爸爸帮了妈妈，就像骑士保护公主。爸爸，妈妈今天是不是很厉害呀？对，妈妈一直都很厉害。妈妈，那你要不要奖励一下爸爸？他今天一直陪着我们，还给妈妈鼓掌声最大。人小鬼大的，来吃你蛋糕吧。我说真的嘛，妈妈，你看爸爸这么好，我们就一直住在一起好不好？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吃饭。爸爸可以送我去上小学，接我放学，我们还一起去游乐场。诺诺，你个小调皮蛋，就显得你聪明。小皮蛋。快吃蛋糕。哇，诺诺累了，说了一天的话都睡着了。他呀是太高兴了。宋时玉，今天真是谢谢你替我解了围，还有之前在公司的事收留了我和诺诺，真是太麻烦你了。不麻烦，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诺诺是我的孩子，你又是孩子的妈妈，这是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而且也是我自愿的。其实有一件事儿我一直想跟你道歉，关于7年前在分公司的事，我当众打了你一巴掌，让你在公司那么多人面前丢了脸，实在是太抱歉了。没有搞清楚状况我就……宁宁，该道歉的人应该是我。啊？那天晚上我被人下了药，头脑不清醒，我误以为你跟下药的人是一伙的，所以才那么粗暴地对待你，是我伤害你在先。至于7年前那一巴掌，是我活该，是我误会你在先，还辞退你，让你受这么大委屈。不，我也有错。7年前，如果我能看清酒店的名字，能够心平气和的去找你聊一下，就不会有这么多误会了。不过现在想想，也许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如果不是那一次的阴差阳错，就不会有诺诺。如果不是我被辞退，我也没有出国进修的机会，也不会去追求更高的成就，可能一辈子都待在那个位置。所以从某种角度说，我还是要谢谢你。宁宁，既然命运安排我们重逢，诺诺一直想有个完整的家，我能不能求你给我一次机会，让我不只以诺诺父亲的身份，而是能以你丈夫的名义在你们身边保护你们，好吗？你是诺诺的亲生父亲，你当然可以理所应当的在他身边，但是我不太确定你对我的感情到底是愧疚，是责任，还是因为诺诺，亦或是一时兴起。宋时玉，我不太确定。我明白了，没关系，我也希望我们两个在一起是因为彼此的真心相爱，是相互吸引和选择，而不是因为想给诺诺一个完整的家逼你妥协。我可以的。妈妈。宝贝，你怎么还不睡啊？妈妈，爸爸都跟你表白了，你怎么不答应他呀？你不是睡着了吗？你怎么知道？我装睡呀，就睡了一小会儿，后面的都听见了。爸爸说他想要当妈妈的老公，说要名正言顺地保护我们。大人的事情
很复杂的。唉，妈妈，你是不是不喜欢爸爸呀？如果你不喜欢爸爸，没关系的，你不用为了我而勉强，我们可以搬走。诺诺，妈妈没有讨厌爸爸，只是诺诺，妈妈要告诉你，喜欢一个人呢，不是只要互相不讨厌，或者是只喜欢他对你好就可以在一起的。喜欢呢，就是要爱得更深一点。爱是什么呀？比喜欢更厉害吗？爱就是比如你遇见了一件开心的事情，你会第一时间跟他分享。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你会想到这个人非常的可靠，你见到他的时候会觉得心里暖暖的，很开心。看不见他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很难过。所以啊，爱就是特别特别重要，非常特别的存在。妈妈，你说这些话的时候脸好红哦。那些话你想的都是爸爸，对不对？所以妈妈，你就是爱爸爸，对吧？对吧？我也不确定。喂，石玉，你在忙吗？不忙，你说。我这边项目还有个急件要处理，可能还得一会儿。诺诺快放学了，我今天答应他要接他，如果你有空的话，能不能帮我去接一下？如果没空，那我就尽量赶过去。有空，我马上就去。好，那谢谢你了。进。宋总，您有什么吩咐？这样，你把下午跟星海科技的那个投资会议帮我推到明天下午同一时间。什么？宋总，这一次的会议很重要，星海的王总甚至为了这次的会议从国外特地赶回来的。您是有什么更要紧的事情吗？也没什么，是我的私事。我夫人呢给我来电话了，让我下午的时候呢去接一下我女儿，妻命不可违啊。明白了，宋总。那我这就去协调时间，保证给您安排好，以您的家庭为主。好，快去办吧。今天怎么是你来接我呀？诺诺，因为妈妈今天上班了，所以呢就安排爸爸来接你。怎么样？今天在学校开不开心啊？开心。不过爸爸，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爸爸，你不是昨天跟妈妈表白了吗？为什么今天一点动静都没有了？你不是应该乘胜追击吗？诺诺，感情的事儿啊，不能太着急。昨天妈妈刚刚拒绝我，我现在如果乘胜追击的话，会给她太多的压力，说不定会把她吓跑的。这件事儿得慢慢来，所以我们多给她一点空间和时间，好不好？唉，爸爸，你和妈妈真是两个大木头。什么意思啊？妈妈一个人带我生活了这么多年，早就习惯什么事都自己扛了。你突然跟她表白，她下意识就会先说不。爸爸，你要是因为妈妈拒绝一次就退缩了，那我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有幸福的一家三口啊？诺诺，你的意思是妈妈并不讨厌爸爸，甚至有一点点喜欢我，只是她自己还没有意识到，或者没准备好。我100%确定，妈妈肯定喜欢你。她看你的时候眼睛亮亮的，跟你说话有时候会脸红啊。唉，只是她这个笨妈妈还没发现而已。所以呀，爸爸，你现在最应该做的不是后退，而是迎难而上。我明白了，诺诺，我有个计划，可能需要你帮个忙。什么？怎么样？包在我身上，爸爸，你不用担心，我会配合你的。等妈妈回来。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这么板正。妈妈，我好想你呀。妈妈也想你。今天怎么回事？嘴巴这么甜。妈妈，再过几天就是我的生日哦。妈妈当然记得呀，生日礼物已经提前给你准备好了。
我最想要的生日礼物就是和爸爸妈妈一起去游乐园。别的小朋友都经常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就我没去过。我们可以一起去坐旋转木马，吃冰淇淋，还可以看花车游行。诺诺以前不是不喜欢去游乐园吗？觉得都是小朋友去玩的，怎么突然想去游乐园啦？哎呀，那是我以前不懂事啊，而且我本来就是小孩子呀。最重要的是，我要和爸爸妈妈一起去，这对我来说是最棒的生日礼物。行，小寿星最大，生日那天妈妈答应你。我们和爸爸一起去游乐园，好不好？好，妈妈最好啦。宁宁，我和诺诺在你公司附近的10位等你。诺诺说想先吃点东西再去游乐园，你下班后直接过来吧，别回家了。好的，马上到。简宁啊简宁，你终于落到我手里。唉，妈妈怎么还没回来呀？约的时间都到了。还是没人接啊。爸爸，妈妈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啊？妈妈从来不会不接我们电话的。诺诺，别瞎想，可能妈妈今天在忙，手机静音了。这样，我给我司机打个电话问一下啊。喂，老陈，简宁现在还在公司吗？你们怎么还没过来？宋总，我没有接到简小姐啊，我一直在公司楼下等着呢，没看见她出来，我还以为您安排了别人去接了呢。哦。喂，宁宁，你在哪儿啊？你怎么不接电话呀？宋时玉，你是谁？你怎么有宁宁的电话？先别管我是谁，你只需要知道你的女人现在在我手上。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别动她。简单，她欠了我的债，准备1个亿资金，汇到我指定的海外账户，记住不准报警。等我确定收到钱，安全离开国内后，自然会告诉你她在哪。我怎么样才能相信你？你先让简宁说句话。你没资格跟我谈条件，宋时玉，记住不准报警，否则就等着给你的女人收尸吧。账户信息我会发到你的手机上，你只有1个小时。喂，爸爸，是妈妈出事了吗？诺诺，你别担心，爸爸一定安全的把妈妈救回来，相信我啊。方助理，从我私人账户里调取1亿资金，随时准备向一个海外公司打款，要快。另外，动用我们的一切关系，秘密调查简宁的下落。我怀疑他被绑架了，有什么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宋总，1亿现金，这会立刻超过我们所有的流动资金。公司目前几个大的项目正在关键节点，万一资金链破裂，后果不堪设想。公司可能面临破产，绑架也非同小可，是不是应该立刻报警，让警方介入？不行，绝对不能报警，我不能拿宁宁的生命去冒险。钱没了可以再赚，公司倒了可以重来，但宁宁只有1个。按我说的去做，快！爸爸，我找到妈妈的位置了，看。什么？诺诺，你是怎么找到的？爸爸，你看，妈妈在这里，是定位。妈妈手机和我的电话手表有互相定位的芯片，是以前在国外妈妈怕我走丢或者出什么意外，特意给我安装的。刚才我一看，妈妈的手机信号就在城西那个物流仓库区。诺诺，你这是立大功了，在家等我。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你是谁？你为什么要抓我？林真真，是你！好久不见啊，简大小姐。哦不，应该叫你宋夫人。林真真，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这是绑架，这是犯罪！犯罪？
我现在已经走投无路了。拜你所赐，我身败名裂，找不到工作，所有人都对我指指点点，说我是个抄袭的贱人。我现在一切都失去了，来找你要债，不过分吧？你现在的境地，都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如果不是你处处为难我，也不会被辞退。如果你不安排小王偷了我的手稿，诬陷我抄袭，今天也不会落到一个人人喊打的下场。今天造成的这一切，都是你自己做的。闭嘴！你这个祸害！要不是你，我怎么会失去一切？对，都是因为你。不过现在已经不重要了。等宋时玉把那1亿赎金打到我的卡上，我就把你绑在石头上丢到海里喂鱼，让你这个所谓的宋夫人烂在冰冷的淤泥里，而我带着这1亿赎金在海外潇洒快活。宋时玉的公司最好也因为这1亿的资金链断裂而破产，这样才完美。我要让他为那天在公司对我所说的话付出代价。你们这对狗男女，谁都别想好过。林真真，你就不怕宋时玉的报复吗？就算你拿了钱跑到国外，以宋氏的实力和时玉的脾气，他就算掘地3尺也不会放过你的。为了解一时之气，背上一条人命，成为通缉犯，一辈子提心吊胆东躲西藏的日子。林真真，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报复？等宋时玉找到这儿的时候，你已经变成一具腐烂的尸体了，死无对证，他拿什么报复我？而我已经到了国外，改头换面，谁知道我是谁？我怕什么？简宁，你别在这儿危言耸听，浪费时间了。是吗？妈妈，是吗？时玉，你怎么找到这儿的？林真真，你放了娘娘，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宋时玉，你当我傻？我放了他，你会放了我吗？你给我闭嘴！赶紧把1亿赎金给我交出来，然后再给我准备一架飞机，我要安全出境。等我出境了，确认安全，自然会把它还给你。否则，好，我不动。退后，离我远一点！你别逼我！娘娘，妈妈，你吓死我了！妈妈没事，别怕。都是你们逼我的！冥顽不灵，我早就告诉了警方，警方马上就到。不，你内心的委屈啊，就留着跟警方说去。不要报警！宋总，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是我鬼迷心窍了，我求你放了我吧，我给你跪下磕头了，我求你了，不要啊！宋总！娘娘，时玉，啊，你哭了？娘娘，你知不知道，当我知道你被绑架的那一刻，我有多担心你？你要是出点什么事儿，我可怎么办呢？哎呀，好了，你看看我现在不好好的吗？多亏了你，还有诺诺来得及时。爸爸，你本来说要在游乐园向妈妈求婚的，连戒指都准备好了，结果都被这个坏阿姨给破坏了。时玉，原来你今天打算向我求婚？娘娘，对不起，是我没保护好你，才让你受那么大的惊吓，就连我准备的惊喜也没了。好了，傻瓜，求婚最重要的是眼前这个人那颗真心，只要是你，只要是我们，
在哪里求婚都不重要，没有礼物也没有关系。真的吗？诺诺，宁宁，我爱你。不管是7年前的阴差阳错，还是7年后的失而复得，这一刻我都无比确定，你就是我宋时玉这辈子想要共度余生的人。请你嫁给我，让我可以名正言顺的照顾你和诺诺一辈子，好不好？我愿意。诺诺，你确定你爸妈没有结过婚吗？他们2个曾经出过一场重大车祸，有过失忆的病历档案。你什么意思啊？我攻克了网站，发现你爸妈在几年前就曾经结过婚。啊！